2018年11月，日本西部海岸出现了上百艘木船。在这一年海况最恶劣的时节中，它们大多已变成了残骸。通过船内物品判断，这些木船来自朝鲜。因为饥饿与严寒，当警方到达时，它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。然而让人疑惑的是，这些不到15米，甚至连 GPS 和厕所都没有的单引擎木船，原本只应该在安全的近海活动，为什么它们会出现在上千公里外的日本海岸？自2013年起，平均每年超过60艘木船搁浅，到了2017年则突破了100艘，而2018年更是达到了225艘。数年之间，上千艘朝鲜木船搁浅在了日本。但自2020年起，这一数字却开始直线下降，并无限趋近于0。虽然人们将问题归咎于新冠疫情，那时朝鲜的确实行了极端的戒严令，但这并无法解释为什么当初这些木船出现，而在疫情过后，他们却并未再来。而更加吊诡的是，曾经那些案发的海域却并非空无一物，漆黑的海面上亮起了一堵探照灯光墙。数百艘工业化渔船正在轰鸣作业，他们几乎从不靠岸，昼伏夜出，并将所到之处吞噬殆尽。然而在海事监管的屏幕上，他们却并不存在。他们来自中国，而这片海域属于朝鲜。今天我们将跟随他们的踪迹，利用现代技术，让他们在地图上现形，并揭示这个不存在的网络最黑暗的部分。而我更想弄清楚的是，那些漂浮在海上的耀眼光墙，它们是什么？谁在上面？正去往何处？首先的问题是如何追踪到这些船？每天在茫茫大海之中，有成千上万艘船舶在航行，而如果我们要追踪一艘船在哪儿，则需要借助 AIS 自动识别系统。它可以向卫星、沿岸基地和其他船只广播自己的身份与位置。你可以理解为所有船在一起共享定位，你能够看到其他船在哪儿，其他船也看得到你。而这些信号汇聚起来，就成了一幅大海的交通图，覆盖了整个海洋，实时查看，公开透明。同时，根据国际海事法律，不管船舶在航行或是下锚， AIS 必须保持24小时开启，不得间断。但问题是，如果你去购买这台设备，你会发现他们把这套系统的开关留在了上面，所以只要船上的人按下一个小小的按钮，就可以关掉它，然后你就能在那张交通图上消失，并进入黑暗。而之所以留下这些按钮，最初的目的其实是为了防范一些不速之客。How many people? There are 1, 2, 3, 4, 5. 在一些特定的区域，如果你打开了 AIS 广播，这就等于跟海盗和恐怖组织共享了藏宝图定位。所以海事法允许出于安全考虑关闭 AIS 信号，但事后你必须提交安全报告和航海日志。比如这艘船 Leopard 2011年1月行驶在亚丁湾附近的时候，它收到了海盗活跃警告，于是关闭了 AIS 信号，并上报了自己的情况。而这些事件也都会作为公开记录对外公布，但这个按钮也正在被那些形迹可疑的船只盗用。比如2012年12月，这是一艘正在驶向西非的西班牙渔船，在接近英国的一个海洋保护区的时候消失了。再比如这个2015年7月，一艘澳大利亚渔船在一个法属海洋保护区附近消失了。2014年10月，一艘巴拿马渔船正在驶向加拉帕戈斯群岛海洋保护区，随后它也消失了。他们正是我们要找的，我们就是要弄清楚，当他们进入黑暗，他们去哪儿了，做了什么。所以我们将跟踪一艘中国非法捕鱼船，一探究竟。这是一艘在国际上被多次制裁的鱿鱼钓船，振发7号，锈迹斑斑，白身红底，船体四周架起了铁杆，上面布满了电线和灯泡，而四周分布的铁网则是用来承接钓上来的鱿鱼。当它收起时，这里犹如监狱。2019年8月31日，振发7号从中国山东出发，9月2日抵达韩国釜山。
同日，首次出海的印尼籍船工阿里托南在船务中介的安排下飞往了韩国，登上了该船。而在出发之前，阿里托南也向家人承诺，他会用赚到的钱帮家里修缮房屋。随后，在夜色中，振发7号关闭了 AIS 信号，通过日本向太平洋进发。而阿里托南刚刚加入的将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海上作业行动。2022年，中国官方披露远洋渔船数量为2551艘。然而，如果计入在海外注册的中国渔船，那么将上升到16966艘。但如果算上近海捕捞的渔船的数量，在2024年至少有5.7万艘工业化渔船。如今的中国其实已经垄断了全球近一半的捕鱼活动，占比44%。而随着中国“一带一路”码头的进一步延伸，中国的远洋足迹开始触及全球的各个角落。3个月后，振发7号跨越重洋，出现在了南美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水域。这里是属于厄瓜多尔的专属海洋经济区，同时也是海鲜圣地，金枪鱼、鲨鱼、翻车鱼、福分，同时也是全球最著名的大型鱿鱼聚集区之一。但是，厄瓜多尔将这里划为了海洋保护区，所以当你查看 AIS 信号的渔船足迹，你会看到大量的渔船徘徊在专属经济区之外，合法合规。这些就是所有的中国渔船，而这些是他们现实中的样子。赛博朋克，未来主义。在2020年的7月到8月间，仅1个月就有300艘中国渔船出现在了这里，累计捕捞时长超过7.3万小时。而这是振发7号的航迹图，它在此徘徊了整整1年，却没有靠岸记录，没有补充燃料，没有补充淡水。更诡异的是，在这1年中，它多次关闭了 AIS。6月21日，该船在秘鲁与厄瓜多尔海域之间失踪了8天。7月28日，它在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消失了15天。8月14日，它在厄瓜多尔海域附近再次消失。这不仅违反了国际海事规定，同时也违反了中国的法律。但问题是，当它在海事监控屏幕上进入黑暗时，它去哪儿了？我想答案藏在这里。通过卫星，我们进行了多种维度测量的比对，影像代表低空卫星识别，夜光则对鱿鱼钓船会非常有效，还有雷达船只监测，这是通过金属船体的反射进行捕捉，这就是我们最终的结果。关闭了 AIS 信号的中国渔船，最终在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海洋保护区中现身了，这其中就包括振发7号。他们在群岛附近下锚，机械的轰鸣就开始笼罩夜色。数十条吊线会延伸入海，每条线上都悬挂着自动卷线机操作的特制鱼饵。当他们将鱿鱼拉上船的时候，受惊扰的鱿鱼会喷出温热粘稠的墨汁，这种墨汁涂满了甲板和墙壁的每一个角落，长年累月，日复一日，层复一层。而他们最艰苦的工作通常发生在夜间，船工们会从下午5点一直工作到次日早晨7点。我们想赶快把鱼钓完了就回到家了。鱼多的时候，我们一天要工作将近最少也有10几个小时。我在海上快1年半了。因为鱿鱼具有趋光性，船体两侧的架子悬挂着数百个足球大小的灯泡，亮如白昼，百里可见。阿里托南经受住了考验，在这艘船上，印尼工人的年薪约为3000美金，每捕获1吨鱼也可获得额外的20美金。当满载归来，振发7号并没有返航或者靠岸，因为每一艘靠岸卸货的渔船都必须向海关出示它的 AIS 信号轨迹。如果出现了断层，这些鱼就会被认为是非法所得，所以他们会盘踞在经济海域的边缘之外，等待
母船的到来。那是一艘巨型冷藏母船，携带了大量的补给物资，拥有完美且连续的 AIS 轨迹，公海游弋，从未越界。而那些渔船则会依次与母船并排相靠，吊臂会将捕获的成吨渔货转移至母船冷库，而渔船则会得到未来的补给。当冷库装满，母船便会返回中国港口销赃，而获得了补给的渔船则将无需靠岸，继续昼伏夜出，如此往复，每天夜里用刺眼的光芒撑起一座海上的移动牢笼，直到下一艘母船的到来。船长室位于最顶端的甲板，而阿里托南等印尼工人则住在了最底层的狭窄舱室，中间留给了中国船员。随处可见的垃圾，难以下咽的食物，没有手机信号，也无法联系家人。在这里工作不仅要小心精疲力尽，坠入海中，或者是被沉重的设备击中，还有就是感染和疾病，以及长达2年不靠岸的时间中，在封闭环境下对一个人内心的慢性摧残。在这里，任何想要离开这艘船的举动都将招来报复，工头也会因为工人犯错而对其行使暴力。在这里没有目击者，唯有大海，而这样的日子对于振发7号还有20个月。当下的这片海域也只是这支永不靠岸船队的第一站。根据振发7号的卫星数据，该船期间曾7次将渔获转运至冷藏母船，而其中一艘名为鲁荣远渔运177号的冷藏母船径直返回了中国石岛港。在这里，码头工人会迅速装车，而货物在经过转运后，最终流入了当地的一家食品加工厂。在这里，这些非法赃物将被依次分解，裹上面粉，放入包装，并将再次远渡重洋，出现在美国的超市与餐厅。据报道，至少有62家美国进口商与振发7号的货物有关，并且多家商超赫然在列。2021年元旦过后，振发7号绕过了南美洲顶端，在智利海域短暂逗留。因为长期食用方便面，没有蔬菜或者肉类，导致了维生素 B1 的缺乏，工人们开始陆续患上了脚气病。这是一种19世纪航海时代的船员们常见的病症，但这却在21世纪的中国渔船上死灰复燃了，而如果不及时治疗，可能致命。于是这艘船上开始陆续有船员病倒，但他们的船长拒绝靠岸，因为进入岸区之后，送人上岸或者打开 AIS 信号，对于非法捕鱼的船只来说是成本高昂且危险的。而振发7号最终只是将重病的船员转移到了其他船只。2021年3月7日，阿里托南出现在了乌拉圭的急诊室中。次日清晨，他离开了人世。事后，据船员描述，他们的护照被没收，同时在船上遭受了歧视、体罚，甚至殴打。4月22日，阿里托南的遗体被运回家乡。事件曝光后，他们获得了船务中介的一笔赔偿金。他的家人用这笔钱重新修缮了房子。而振发7号最终返回中国的时间为2021年7月，过程中无人被问责。但船务中介仍在流量中撒下鱼饵，诱惑那些背有负债、生活无望的人。而另一方面，工人们也开始试图求救与逃生。如果说能坐你们船，我们可以请你们帮助我们吗？如果说我们想回家，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，说中国的大使馆，阿根廷的中国的大使馆，因为我们的证件很多都被扣押了，他不给我们。我这上面有，但是我的护照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回去。据统计，捕鱼业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，每年有超过10万名工人丧生。而在中国的船只工作则属于最为残酷之列，但这一切早已停不下来。由于长期的过度捕捞，中国的近海生态资源在80年代起就开始枯竭，但大规模近海捕捞却并未停止。为了挽救无鱼可捕的近海，中国政府下达了禁渔令。然而岸上的重工业机器却并未因此停转。2008年前后，曾经因为国际商船订单锐减，
中国造船厂积压了大量的过剩钢材。为了消化过剩产能，中国政府投入了100亿级别的持续补贴，继续扩大产出。而这些补贴最终化作了数万艘工业化渔船。同时，随着当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，面对10几亿人口激增的海鲜消费需求，这种工业级的捕捞产能就必须将触手向大洋外溢，掠夺一切可以掠夺之物。于是你会看到，在南大西洋的阿根廷专属经济区边缘，上千艘中国渔船聚集，其夜间开启的诱鱼灯矩阵，让飞机上的乘客以为见到了某个城市的海市蜃楼。同时，对于那些不遵守规矩的渔船，阿根廷海军也开始了开枪射击。Stop and shine, sir. Stop and shine. We prepare to open fire on you. We prepare to open fire on you. Over. 当来到西非海岸，中国渔船再次抽干了几内亚湾的底层渔业，无数绝望的西非底层渔民失去了饭碗，被迫拿起了武器，重新化作死灰复燃的武装海盗。而当我们放眼东亚，最终我们会回到故事开始的地方。2017年，与振发7号同属一家公司的姊妹船鲁荣远鱼809号被发现在了朝鲜专属经济海域非法作业，而这里也是中国非法捕捞渔船最集中的区域，没有之一。2017年，因为朝鲜频繁进行核试验与导弹试射，联合国在中国表态支持的情况下，对朝鲜实施了制裁，切断了朝鲜的外汇收入来源，煤炭、铁矿石、纺织品以及至关重要的海产品。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，并继续推进核武项目的研发，金正恩开始用一切可以交换的东西换取外汇。根据联合国专家小组的调查，单张进入朝鲜经济海域的短期捕捞门票在黑市上就被标价高达5.7万美元，但这对于中国的渔民来说仍然有利可图。于是平壤等来了一个饥饿的买家——中国。1/3的中国远洋渔船曾经来到过这里。当上千艘长50米、重1000吨的钢铁船只出现，当他们两两结队拖拽着数百米宽的巨网游弋时，有限的近海作业面就被霸占一空了，变成了一堵密不透风的高墙。而朝鲜那些只有10几米长的单引擎小木船，在自己的本国海域根本无法下网。但面对朝鲜政府的强制捕捞配额，朝鲜渔民无法也不敢空船而归。于是这些底层的木船别无选择，被迫驶向了狂风巨浪的大海深处。所以那些在日本西部沿岸出现的上千艘木船残骸，从来就不是天灾。根据联合国统计，仅2018年靠出售近海捕捞权，朝鲜就获得了1.2亿美元，而这些权利则主要授予了中国渔民。但这并非双赢。在20世纪90年代的鼎盛时期，日本与韩国的联合捕捞量每年近40万吨，而当时间到了2023年，在捕捉季中，日本仅能捕捉到1.2万吨，而韩国只有区区的1000吨，这创下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纪录。中国远洋渔船在短短几年内就把这片海域的鱿鱼抽干了90%。如果我们退后一步，重新俯瞰这个横跨大洋的工业化生产现实，极其荒谬的是，在庞大的跨国系统里，纸面文书一切都是如此的合法合规，每一方都能够如愿以偿。政客们在纽约的联合国大厦中签署了遏制集权的核武制裁，而极度缺钱的平壤高层靠变卖海域换来了上亿美元的外汇，而饥饿的中国化解了造船厂的破产危机，消化了过剩的钢铁，并填饱了中国人的肚皮。而在美欧的超市里，中产阶级们也最终心安理得地品尝着进口的油炸鱿鱼，理智、高效、冠冕堂皇。只要你不去看那些代价，只要你不去看日本的海滩，只要你不去看振发7号的底层船舱，而在大洋深处的他们，只要按下那个小小的按钮，就从未来过这里，而这一切也从未发生。